我是长宁，活了上千年的老祖宗，被皇室隐姓埋名当吉祥物供着，帮历代皇帝处理朝政，出谋划策，开辟疆土。却没想到新入宫的贵妃却趁皇帝不在，一脚踹开我的房门。我倒当是哪个狐妹子勾得皇上天天往这儿跑呢？我淡淡扫了他一眼，只觉得好笑。我那小1000岁的玄孙，敢让我当他的妃嫔？老祖宗，您别往心里去，皇上回来。怎么被本宫戳破了心思，连话都不敢说了？我笑着拍了拍阿恒的手，皇上做不做主，从来都不打紧，反正这天下谁当皇帝，恕我说了算。我抬头看向镇北王府的方向，我亲手抱大的镇北王萧策，前几日刚带着50万玄甲军大胜回京，比这年少的皇帝懂事多了。柳贵妃见我不说话，还以为我是怕了他。一个无名无分的贱婢，也敢占着皇上的心思？这蠢物眼界狭隘，我懒得与他多费口舌，冲身旁的阿恒抬了抬下巴。老祖宗，请吩咐。去镇北王府上，就说我这清静被扰，让他来接。你说什么？镇北王？柳贵妃捂住肚子，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柳贵妃身后的嬷嬷宫女也纷纷低下头，跟着谄媚的嗤笑，还笑到直不起腰。我倒不知这宫里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号人物，连镇北王都敢搬出来撑场面了。我看着他嚣张的样子，只觉得可笑。你可知道镇北王是什么人？他哪里知道，那50万玄甲军是我当年亲手从尸山血海里挑选出来的精锐，是我手把手教出的铁血之师，最后亲手传给了萧策。萧策自幼在我身边长大，父母早逝，是我护着他长大成人。他不止一次跪在我面前，哀求我搬去镇北王府居住，只为让我远离深宫纷扰。只是皇帝萧恒年少登基，不善朝政，日日都要登门请教，我才暂且留在了这深宫小院里。柳贵妃见我不说话，以为我是说谎被戳穿。阿恒正要出宫传信，柳贵妃见状厉声大喝：站住！阿恒脚步猛地一顿，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就被2个嬷嬷凶神恶煞拦住。本宫没发话，你一个小小的宫女也敢擅自出宫，眼里还有没有本宫？还有没有宫里的规矩了？柳贵妃抬着下巴，满脸嚣张跋扈。阿恒急得眼眶通红，想要强行冲出去，却被2个嬷嬷死死按住肩膀。我抬眼，眼神凌厉，袖子里的手运转，一团金雾显现出来。下一秒，经脉瞬间传来刺痛，我正处在冲击1000年大周天筑基的阶段，反噬袭来，我只能强行压下催动异能的念头。柳贵妃带着一众随从堵在屋内，闹得鸡飞狗跳，我却始终神色平静。800年前，跋扈藩王闯到我面前叫嚣，最终被赐死。500年前，骄纵的皇后在我面前耀武扬威，最终被架着打入冷宫。我冷眼扫过，1000年过去，这些人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柳贵妃见阿恒不敢挣扎，愈发得意。哟，你这贱婢倒是忠心，主子不说话，她也不说话。怎么，是觉得自己傍上了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连本宫都不放在眼里了？本宫倒是好奇了，你到底是什么来路？皇上3天2头往你这破院子里跑。他越说越气，想到皇帝平时对他的冷落，平平无奇的一张脸，凭什么让皇上如此上心？我在心里冷笑一声。萧恒当然会把我的身子放在第一位。当年他父亲驾崩，突生宫变，是我在刀光剑影中护下他，亲手将传国玉玺交到他手里。如果没有我，这个自幼丧母寄养在柳家的庶子，根本登不上皇位，也守不住这江山。柳贵妃见我始终云淡风轻，气得简直要发疯，狠狠捏住我的下巴。我任由她捏着下巴，非但没动怒，反而缓缓勾起唇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柳贵妃看见我笑，莫名心头一慌。贵妃娘娘今年贵庚？柳贵妃听见我问她年纪，整个人愣在原地。本宫年方18，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岂是你这等无名无分、见不得光的女子能比的？18，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太爷爷的太爷爷还在穿开裆裤。你敢骂本宫？你个不知死活的贱婢！本宫今日非要撕烂你的嘴不可！阿恒被2个嬷嬷死死按住，看到这一幕吓得魂飞魄散，撕心裂肺的尖叫。我站在原地纹丝不动，我刻意散去大半护力，任由这一巴掌结结实实落在脸上。我白皙的脸上瞬间浮现清晰刺眼的巴掌印。可柳贵妃打完人，你怎么不躲？并非我躲不开，活了上千年，我跟着开国皇帝上过战场，学过顶尖的武学功法。真要论身手，这整个皇宫里没有一个人能碰得到我一片衣角。我不躲，是要借这一巴掌彻底打碎萧恒对柳家最后的情分。我缓缓转过头，眼神平静，看得他浑身发毛。你这是什么眼神？信不信本宫今天打死你？
阿恒在一旁急得直跺脚，拼了命想挣脱束缚。娘娘，他是我大清的护国老祖，您真的会后悔的。这时，旁边的嬷嬷一巴掌狠狠甩在阿恒脸上，厉声呵斥。阿恒倒在地上，彻底晕了过去。柳贵妃瞥了一眼晕倒的阿恒，满脸不屑。还护国老祖？你当本宫是3岁小孩呢？为了救自己主子，什么胡话都敢扯。我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大周天筑基的反噬感涌上心头，经脉传来阵阵剧痛。千年岁月里，我早已习惯了生离死别，身边的工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对我而言不过是时间长河里转瞬即逝的浪花。可阿恒的祖上是当年跟着我开国的元勋，家族蒙冤时是我出手相救，这孩子入宫伺候，誓死护我周全。我可以忍下自己受的所有屈辱，却不能眼睁睁看着忠心护主的人平白受此折辱。柳贵妃顺着我的目光看向晕倒的阿恒，又回头瞥见我变冷的脸色，像发现了有趣的猎物，眼睛瞬间亮起来。这就心疼了，一个贱婢罢了，也值得你这个主子这么放在心上。在本宫眼里，他连本宫脚下的尘土都不如，打了也就打，你能奈我何？我缓缓收回目光，声音云淡风轻，却带着十足的威压。贵妃娘娘，你今日所作所为，皇帝知道吗？柳贵妃愣了一下，皇上，皇上这会儿正跟大臣们在前朝议事呢，日理万机，哪有空管你这档子上不了台面的小事？就算皇上知道了又如何？你以为他会为了你这么个没名没分的玩意儿，跟本宫翻脸，跟我柳家翻脸？我抬眼看向柳贵妃，是吗？你确定吗？柳贵妃被我的反问彻底激怒。我父亲是当朝礼部尚书，手握朝中半数文官势力，门生遍布朝堂。皇上能坐上皇位，少不了我柳家的扶持，怎么可能为了你这么个无名无分的贱婢得罪我们柳家？柳贵妃越说越得意，下巴扬得老高，仿佛已经胜券在握。对了，本宫让你打听的事怎么样了？这贱婢住在宫里这么久，到底是个什么来路？回娘娘，老奴打听清楚了，这女子没有品级，也没有名分，宫里的老人都在偷偷议论，说她是皇上养在外头的外室，因为上不得台面，才被皇上藏在这偏僻的小院里。皇上每次来都规规矩矩地站着回话，连坐都不敢坐，想来是怕这外室闹起来，丢了皇家的脸面。外室，闹了半天，原来是个见不得光的外室，连个正经的妃嫔都算不上。就你这样的货色，也敢跟本宫争宠，也敢在本宫面前装模作样，简直是自不量力！我缓缓站起身，周身却散发着与生俱来的清贵与威压，与柳贵妃的骄纵粗鄙形成鲜明的对比。柳贵妃看着我起身，心里立马慌得不行。你想干什么？难不成还想对本宫动手不成？我看着眼前这个18岁的少女，因她年少无知，想给她最后一次回头的机会。若是她此刻收手，尚且能留一条活路。娘娘入宫为妃，想必是家中教养得好，事事顺遂，没受过什么挫折。你一个连名分都没有的外室，也配教本宫做人？本宫今日就把话撂在这儿，这宫里有本宫一日，就没你的活路！你最好祈祷皇上能天天守贞，否则本宫让你骨头渣都不剩。她立刻转头看向嬷嬷，眼神阴狠使了个眼色。嬷嬷心领神会，两个嬷嬷立刻端来一瓶冰冷的井水，走到阿恒身边，狠狠泼了下去。冰冷的井水瞬间浸透阿恒的衣衫，他猛烈呛咳。让这丫鬟好好享受享受，给本宫打，往死里打！阿恒死死咬着牙，眼泪混着冷汗往下流，却始终没求饶，目光死死看着我，眼里满是担忧。我站在原地，身子一点点绷紧，再也忍不住。大周天筑基的反噬感一阵阵席卷全身，经脉像是被烈火灼烧一样剧痛，几乎要冲破禁制。阿恒还在被毒打，如果我强势动用异能，必然会引发反噬，到时候不仅护不住他，反而会让柳贵妃更加丧心病狂。我只能忍，只能等萧策带着玄甲军赶来。哟，这就心疼了，一个贱妇罢了，也值得你这么放在心上。你信不信本宫现在就能让那个贱婢今天就走不出这个院子？你要是不想她死，现在就跪下来求本宫。我抬眼看他，没有丝毫害怕，活了上千年，什么样的疯子我没见过，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露怯。柳贵妃被我看得心里发毛，恼羞成怒，猛地松开手往前一推，我的头猛地撞在地面，血顺着眉骨流下。你看这指尖的血，不然笑，这抹血就是柳家满门的催命符。千年以来，敢伤我至此的人，从来没有一个有好下场。贵妃娘娘，你知道上一个扯我头发的人
后来怎么样了？无非就是斩首示众，抄家灭族罢了。放开我！放开我！赶紧的！你个贱婢，你敢吓唬本宫！本宫今天非打死你不可！他以为我是装腔作势，到死都不会明白，我随口说的一句话就能定他柳家满门的生死。我慢慢转头，眼神冰冷，这一巴掌又给柳家的覆灭添上了重重一笔。看什么看？本宫打不得你，就算本宫今天杀了你，皇上也不会把本宫怎么样。院子里突然传来一阵整齐的脚步声。盔甲碰撞的声音越来越大，显然是全副武装的军士。嬷嬷和宫女们吓得脸色惨白，看向院门的方向，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巨响，院门被狠狠战飞，萧策率领数百名玄甲兵走近。我等的人终于来了。老祖宗，孙儿来迟了，让您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是孙儿的错，请老祖宗降罪。请老祖宗降罪！我等有呼驾下来迟。镇北王，这个传闻中的铁血王爷，是我一手从襁褓里带大的孩子，我叫他安身立命，传他50万玄甲军。萧策看见我伤成这样，愧疚到心痛。柳贵妃到此刻才终于慌了，她怎么也不敢相信，我居然真把镇北王叫来了。镇北王，您这是，他到底是什么人？您为什么叫他老祖宗？萧策慢慢转过头，眼神冰冷，仿佛在看一个死人。本王方才听说，你不仅出言羞辱，还动手打了本王的祖母。祖母！柳贵妃瞬间崩溃，跪在地上疯狂磕头，额头很快就磕出了鲜血，染红了冰冷的地面。萧策低头看着他，忽然笑了，眼中满是冰冷的杀意。你放心，本王不杀你，我会让你10倍、100倍的还回来。这句话让柳贵妃瞬间面如死灰，直接晕死了过去。老祖宗，我们回府，医官已经在府里等着了。经过阿恒身边时，我脚步一顿，看向地上浑身是伤的阿恒，我绝不能让他白白受这份罪。老祖宗放心，这丫头忠心护主，我定会用最好的药材医治她。萧策瞬间明白我的想法。公道上的工人见此情景，纷纷跪倒在地，没人敢抬头。镇北王府正门大开，萧策引着我走进正院，院里老梅盛放，暗香浮动。老祖宗，这院子我一直给您留着，日日打扫，就盼着您哪天肯来住。这梅树是30年前我亲手种下的分支，当年幼小的萧策还笨手笨脚帮我培土。当年你说要让这梅树年年开花替我守江山，没想到一守就是20年。只要老祖宗在，这梅树就永远为您开着。我正欲开口，经脉突然传来剧烈刺痛，筑基关口将近，刚刚心绪大动，险些破了功法禁制。传医官，快！我闭着眼，心里却清楚，柳家绝不会善罢甘休。此时金銮殿上早已掀起了风浪。皇上，臣有本启奏，臣要参镇北王萧策数条大罪，罪不容诛。金銮殿上，柳尚书手持奏折出列。镇北王私自带兵入宫，目无皇权，此乃大罪1；强行将宫中女子带回王府，大罪2；纵容亲卫扣押宫人，大罪3。请皇上立刻将其革职查办，收回兵权。请皇上立即将镇北王革职查办。萧恒攥紧龙椅扶手，指节泛白，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事情的原委。皇叔，柳尚书所奏之事，可有此事？有。此言一出，满朝哗然，没人想到萧策会当众直接承认。柳尚书瞬间大喜。臣入宫是去接臣的祖母，
至于强抢女眷，皇上不妨问问柳家，他们家的好女儿对臣的祖母做了什么？贵妃，镇北王休要血口喷人，臣的女儿是贵妃，怎会对一个什么？柳尚书被萧策的眼神一扫，竟说不出话来。皇上，臣的祖母如今就在臣府上，皇上若想见，随时可以。至于贵妃做了什么，臣想，皇上最好亲自去问一问。皇帝听后，立马冷声开口：“退朝！”皇上，臣妾冤枉啊！臣妾不知道，求皇上饶了臣妾这一次吧。不知道就可以随便动手打人？你动的到底是谁？臣妾也是吃醋啊！皇上，臣妾以为他是皇上的外室，臣妾知错了，求皇上开恩。萧恒被他的话气笑了，眼底满是失望和后怕。他到现在都庆幸我没有真的动怒。外室？你竟然说他是外室？你配？你知道他是谁吗？朕这条命是他救的，朕的皇位是他给的，你竟敢动他！朕就算是赐你3尺白绫都不足以平息。从今日起，禁足于贵妃宫，没有朕的旨意，不得踏出宫门半步。柳贵妃瘫在冰冷的地面上，终于陷入绝望。她到现在都没弄明白我到底是谁。萧恒没回朝，立即调转方向，快马加鞭往镇北王府赶来。萧恒一进门，看到脸上还带着伤的我，二话不说，扑通一声直直跪倒在地。老祖宗，孙儿无能，没有护好您，请老祖宗降罪。萧策站在一旁，看着跪地的萧恒，冷哼了一声，别过脸去。长宁缓缓睁开眼，淡淡看着跪在地上的萧恒，没有说话。老祖宗不原谅孙儿，孙儿就不起来，求老祖宗降罪。我原谅你什么？不是你打的我，也不是你伤的阿荣。可孙儿身为帝王，没能护好您，就是孙儿最大的错。你打算怎么办？孙儿知道柳家结党营私，念及他们当年对孙儿的养育之恩，一直忍着。皇上忍了这么多年，忍到他们都欺负到老祖宗头上了，谋朝篡位了。皇叔，朕有朕的难处。什么难处？是怕柳家造反？有我手里的50万玄甲军在，他们敢动一下试试？还是怕朝堂动荡？有老祖宗在，这朝堂能动荡到哪儿去？萧恒被噎得说不出话。这时，我忽然摆了摆手：“行了，都别吵。”我一句话让两人闭了嘴。老祖宗，您打算如何处置？你回去吧，这事我不怪你。萧恒完全没想到我会这么轻易放过他。谢老祖宗宽恕，孙儿日后一定护好您，绝不会再让您受半分委屈。老祖宗，您怎么轻易放他走了？柳家妇女都欺负到您脸上了，他还念着那点养育之恩，根本就没把您受的委屈放心上。他终究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帝王之路总要自己走一遍，但不代表我会轻饶了柳家和那个不知死活的柳贵妃。柳家结党营私，树大深深，不是一朝一夕能连根拔起的。可是老祖宗，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们？我在他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老祖宗放心，孙儿一定办妥。此时被禁足的柳贵妃彻底慌了神，高烧不退，夜夜做噩梦。不要杀我！娘娘，要不您还是和老祖宗服个软？不可能！本宫是当朝贵妃，让本宫给一个无名无分的老服软，不可能！禀贵妃，那位老祖在宫里住了很多年，老奴年轻时不小心冲撞了他，皇上差点砍了老奴的头。听完老太监的话，柳贵妃浑身冰凉，如坠冰窟，心底的恐惧蔓延全身。几天后，镇北王府收了柳贵妃送来的帖子，她邀请我入宫赴宴，当众赔罪。赔罪？他配吗？老祖宗，这摆明了是鸿门宴，您千万别去。我拿起帖子扫了一眼，忽然笑了。他既然敢设局请我，我就敢去，正好看看他还有什么招数。老祖宗，柳贵妃心术不正，这宴肯定有诈，您不能去冒险。萧策拗不过我，只能无奈领命。是，孙儿立刻调遣玄甲军，暗中布防，绝不让老祖宗受半分风险。御花园的暖阁里，柳贵妃早已准备妥当，她盛装打扮，珠翠满头，就等着我自投罗网。暖阁里布置得富丽堂皇，我一袭素衣缓步走入暖阁。老祖宗大驾光临，本宫有失远迎，还望恕罪。老祖宗之前多有得罪，这杯酒臣妾敬您。
求您大人大量饶了臣妾，咱们一笔勾销。戒了。怎么，是怕本宫在酒里下毒？你想多了。听说老祖宗在宫里住了许多年，不知是先帝哪个年份入的宫，臣妾对宫中旧事很感兴趣，想请教请教。我端起面前的茶盏，轻轻抿了一口，慢条斯理的缓缓开口。元贞3年，柳贵妃瞬间大惊失色。元贞是大晋开国皇帝的年号，距今整整1000年。元贞3年，是大晋开国。元贞3年4个字落下，暖阁内瞬间死寂，所有人都惊得说不出话。你胡说！元贞3年，距今1000年，你岂不是成了老妖怪？我笑了，看着他失态的样子，缓缓开口：我出言有数，不行。他被我噎得哑口无言，恼羞成怒，却又不敢当场发作，脸上强撑着笑，抬手招了招，一个宫女立刻端着一只精致的酒壶走上前来。这是本宫特意为您准备的陈年佳酿，您赏脸喝一杯。他自己先喝了一杯，又亲手斟了一杯递到我面前，就是为了打消我的顾虑。可我端起酒杯一闻，就闻出了酒里无色无味的春药。我放下酒杯，柳贵妃脸色瞬间一变。怎么，本宫先喝过的酒您还是不敢喝吗？这酒，你确定要我喝？我看着她，忽然笑了。柳贵妃咬着牙，脸上的笑快挂不住了。怎么，本宫敬的酒您不喝，是不给本宫面子？我如她所愿，端起酒杯，当着所有人的面一饮而尽。满座的人都死死盯着我，等着看我喝了药之后当众出丑，身败名裂。我放下空酒杯，看着对面脸色煞白的柳贵妃，忘了告诉你，我百毒不侵。柳贵妃如遭雷击，整个人猛地从座位上弹起来。你到底是什么妖怪？活1000年，百毒不侵，你根本不是人！她瞬间疯了一样张牙舞爪冲上来。我眼神平静，轻轻侧了侧身。柳贵妃没刹住，整个人趴在桌上，脸上糊满菜汤，头发凌乱，像个落汤鸡。我缓步走到暖阁正中央，那里摆着一把古朴的龙椅，是历代皇帝亲临御花园时的专属座椅。我轻抚过椅子，从元贞皇帝开始，一代又一代的帝王都曾坐在这里，问我治国安邦的计策。此时我轻声开口，说出的话却足以让所有人惊掉下巴。元贞3年，我坐在这把椅子旁边，看着元贞皇帝批作折。他那时候才19岁，遇到难处就扭头问我。后来元贞皇帝驾崩，他的儿子继位也来问我，儿子走了，孙子来，孙子走了，重孙来，一代又一代，一直到今天。我缓缓回头，目光落在面如死灰、瘫软在地的柳贵妃身上。所以你说我是谁？柳贵妃吓得浑身发抖，她看着我的脸，猛然惊觉，我竟与皇宫深处珍藏的元贞皇后画像一模一样。她终于反应过来，我居然真的是活了1000年，守护了大晋1000年的皇家老祖。贵妃娘娘，今日这宴我吃完了，多谢款待。我经过柳贵妃身边时，停下脚步，俯下身，轻声开口：对了，你派去打阿恒的那个嬷嬷，她今天怎么没来伺候？柳贵妃猛地抬头，眼睛瞬间布满惊恐。我笑了笑，直起身，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暖阁。没想到柳贵妃竟吓得一病不起，比上一次还要凶险。消息传到柳家，柳尚书当场震怒，他召集了所有心腹门客，密谋了整整1夜。尚书大人，镇北王手握兵权，不好对付啊。兵权？他镇北王有兵权，难道老夫就没有？朝中一半的文官都是老夫的人，他敢动我女儿，老夫就让他坐不稳这个镇北王。他们定下了毒计，联合所有力量，在朝堂上逼皇帝表态，要么处置我这个妖女，要么就参镇北王谋反。次日早朝，柳家果然发难了。臣等启奏陛下，镇北王私藏妖女，祸乱宫闱，俘获军心，恳请陛下严惩妖女，以正朝纲。若陛下不从，臣等便辞官归乡。求皇上严惩妖女。众臣齐声附和。龙椅上的萧恒脸色铁青，转头看向身侧神色淡然的萧策。皇叔，你怎么说？却没想到萧策。臣没什么说的。柳尚书瞬间面露狂喜，正要接话，却被萧策冰冷的眼神狠狠定在原地。本王的意思是，本王懒得跟你废话。你说她是妖女，你可知道她为这江山做过什么？下一秒，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对着皇帝跪下。皇上，臣请皇上允准，
让臣的祖母上朝。瞬间满朝哗然，柳尚书立马抓住机会阻止。皇上，万万不可！自古以来，哪有女子上朝议政的道理？这是乱政，是祸国。却不想此时萧恒站起来，缓缓说出一个字：准。我一身素衣，缓步踏入金銮殿，我步履从容，仿佛走的不是威严朝堂，而是自家后花园。此时有老臣看清我的脸，瞬间浑身剧震，更有年迈老臣直接跪倒在地，老泪纵横。柳尚书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们干什么？是他，真的是他。50年了，老臣年少时随父入宫见过他，他一点儿都没变。柳尚书脸色骤变，我抬眼看向他，缓缓开口：你说我是妖女？柳尚书强撑着发抖的身子开口：几十年容颜不老，不是妖女是什么？我轻笑一声，声音平静：几十年，我活了1000年了。柳尚书听了我的话，瞬间面无血色，踉跄后退半步。我转头扫过满朝文武，一字一句开口：元贞3年，北敌入侵兵临城下，是我献火攻击，烧了敌军粮草，逼他们退兵。景和7年，江南水患灾民暴动，是我提议开仓放粮，以工代赈，平息了民乱。永平15年，权臣结党营私意图谋反，是我识破阴谋，保住了先帝的皇位。我一桩桩一件件数着这1000年来，我围着江山手下的安稳，官员们半数跪倒在地，老臣们伏在地上老泪纵横。是真的，都是真的。柳尚书浑身颤抖，脸色惨白，指着我，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1000年以来，我扶9代帝王，平21场叛乱，就3次王朝倾覆之危。柳尚书，你说我这个妖女配不配站在这里？配不配教你女儿做人？说完，满朝文武跪倒在地，柳尚书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面如死灰。百官齐齐跪倒，山呼叩拜的声音震得整个金銮殿都在微微发臣颤。等叩见老祖，老祖千秋万代，护佑大萧恒站在我身边，眼底的怒意快要冲破胸膛。他比谁都清楚，他的命，他的皇位，这大晋的江山都是我给的。朕的江山是老祖给的，朕的命是老祖救的。从今日起，凡辱老祖者，就是辱朕，辱大晋江山，杀无赦。我转头看向柳尚书，柳尚书，你结党营私，贪墨军饷，纵女行凶，这些事，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命令暗卫拿来账本证据。皇帝翻开账本，手指越攥越紧，脸色一点点沉了下来。柳尚书贪的那些银子，够养100万大军10年；结的那些党，够凑一个朝廷。朝堂上，几个参与结党的大臣脸色煞白，偷偷往后缩，想要趁乱溜走，却被殿外的侍卫拦住。柳尚书腿一软，跪在地上，嘴唇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皇帝猛地站起身，将账本狠狠摔在地上。柳家贪墨一案，着大理寺即刻彻查，柳尚书押入大牢，听候发落。所有涉案官员一律停职待审。2个侍卫上前，架起瘫软如泥的柳尚书往外拖。皇上饶命！臣对皇上有养育之恩啊！皇上，你不能这么对我！皇帝闭上了眼睛，始终没回头看一眼。柳家终于倒了。贵妃宫里，柳贵妃得知父亲被抓进大牢，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他不是会装神弄鬼吗？不是说自己活了1000年吗？本宫就请真正的活神仙来拆穿他的假面具，让他身败名裂。到时候不仅能救出父亲，我还能把他千刀万剐。于是他打算花费重金，请钟南山得到高人入京，拆穿我妖女的身份。10日后，钟南山清虚关，柳家心腹跪在大殿上，对着清虚道长极尽谄媚，污蔑我是1000年妖物，蛊惑军心。清虚道长抚着长须，应下入京降妖的请求。柳家心腹大喜过望。清虚道长抵达京城，尚书夫人带着柳家全族相迎，态度恭敬至极。尚书夫人为救柳尚书，把清虚道长奉为上宾。柳贵妃也偷偷送出大量珍宝和亲笔信，许诺事成之后封他为国师。夫人不必行礼，我必降服妖女，还天下人一个安宁。柳尚书靠着朝中势力不断给皇帝施压，在关押半日后，还是被放出天牢。第2日，柳尚书就带着清虚道长入宫面圣。皇上，臣有幸请得钟宁山清虚道长入京，道长神通广大，能呼风唤雨，驱邪除妖。臣请皇上允准，让道长在御花园设坛做法，查验妖女身份，降妖除魔，以安天下。满朝文武瞬间议论纷纷，被柳家收买的官员纷纷附和。萧恒比谁都清楚我的身份，可柳家以妖女祸国为由长跪不起，以死相逼。他若是直接拒绝，反倒会让流言四起，对我更加不利。就在萧恒左右为难之际，萧策上前一步。皇上，臣以为准便是。
满朝文武无不震惊，柳尚书也是一愣，随即心中大喜，只当萧策是慌了神。既然柳大人一口咬定老祖宗是妖女，那就让道长当众查验，正好让所有人都看清楚老祖宗的身份到底是真是假。萧恒瞬间明白了萧策的意思。准奏。萧恒定下3日后在御花园设坛，柳尚书大喜过望，立刻跪地叩首谢恩。谢皇上。退朝之后，萧策快马加鞭赶回王府，把朝堂上的事一字不差禀报给我，生怕我动怒。我听后淡淡一笑，毫不在意。无妨，他要来便让他来。正好我也500年没见过那只小兔子了。柳家妇女派人在京城大肆宣扬，说终南山活神仙要当众揭穿千年妖女，百姓可入宫围观。所有人都等着3日后亲眼看这场大戏。贵妃宫内，柳贵妃欣喜若狂。3日之后，本宫就要让全天下人都知道，那个老寡妇就是个妖言惑众的妖女。到时候她被道长打回原形，必死无疑。本宫不仅能解除禁足，还能稳坐后位，柳家也能重回巅峰。3日时间转瞬即逝。设坛当日，御花园里人山人海，围得水泄不通。皇上、太后、后宫妃嫔，满朝文武尽数到场，目光都聚焦在那3丈高的法坛上。柳氏妇女站在法坛一侧，满脸得意，胜券在握。柳贵妃特意打扮得光彩照人，仿佛今天的主角是她。我一袭素衣，站在场地另一侧，阿恒寸步不离跟在我身后，萧策站在我身侧，周身杀气腾腾。他警惕地看着每一个人，生怕有人对我不利。我神色淡然，仿佛眼前的一切都与我无关。这场柳家精心策划的大戏也该开场了。3声钟响过后，所有人屏住呼吸。清虚道长手持拂尘，一步步登上法坛。今日贫道奉皇命设坛做法，查验妖邪，护佑大靖江山。先请天地正法，呼风唤雨，显我道法。话音落下，他手中长剑一挥，刹那间，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忽然狂风大作，乌云汇聚，遮天蔽日。起风了，真的起风了！紧接着，豆大的雨点倾盆下，全场瞬间沸腾。活神仙，真的是活神仙啊！就在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时候，清虚道长再次挥剑，雨停，云开，日出。话音未落，倾盆大雨瞬间停止，漫天乌云瞬间散去，一道绚丽的彩虹出现在天空中，七彩斑斓，美轮美奂，全场死寂。所有人都仰着头，呆呆地看着天空中的彩虹，脸上满是震撼。紧接着，人群爆发震耳欲聋的欢呼，柳贵妃激动得浑身发抖，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狂喜。道长，快，就是她，她就是祸乱宫位的妖女，快把她打回原形！请道长出手，降此妖女，以正视听，以安天下。柳家妇女相视一眼，眼中满是得意与期待。他们以为我今天必死无疑，全场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清虚道长身上，就等着他出手降妖。柳家妇女更是挺直了腰板，等着看我的笑话，却不知道接下来的一幕会让他们彻底坠入地狱。清虚道长笑着扫过全场，在看见我时，他像是被雷劈中了一样，长剑落在地上，差点直接从法坛上跌下来。道长，您怎么了？清虚道长像是疯了一样，毫不犹豫地从3丈高的法坛上冲了下来。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一步步走到我面前，随即扑通一声五体投地，直直地跪了下去。弟子清虚叩见祖师奶奶。这一句话如同9天惊雷，全场死寂。500年前蒙祖师奶奶救命点化之恩，弟子永世不忘。受柳家奸淫挑唆，险些冒犯祖师，弟子罪该万死，请祖师奶奶降罪。柳氏妇女不会想到，他们费尽心机请来的活神仙，不过是我500年前随手就下了一只濒死血兔。不可能，你明明是来降妖的，怎么会认她做祖师奶奶？柳贵妃脸上的得意瞬间僵死，整个人如遭雷击，呆立原地。柳尚书浑身剧烈颤抖，踉跄后退，险些摔倒在地。这场戏从一开始，他们就输得一败涂地，人无不震惊。这位呼风唤雨的道长，竟是我座下晚辈。祖师奶奶当年救我性命，点化开智，传我心法，徒孙才有今日道果。500年日日祈福，只求再见祖师一面。在全场震惊的目光中，清虚化作了当年的模样，用毛茸茸的脑袋亲昵地蹭着我的裙摆，温顺乖巧，全无半分刚才的仙风道骨。500年光阴，我偶然救下他，当年的小兔子已然修成道人，却始终未忘当年恩情。 500年了，你倒是长大了不少，还学会下山招摇，被人当枪使。雪兔缩了缩脑袋，蹭着我的手心，像是在撒娇认错。众人惊觉能让活神仙现原形，跪地认祖。我哪里是什么妖女，是真正守护大境的活神仙。
扑通扑通的跪拜声接连响起，满朝文武纷纷跪拜，太后和后宫妃嫔也连忙行礼。老祖千秋万代，护佑大庆！柳贵妃眼前一黑，直接昏死过去。柳尚书也吓得双腿一软，跪倒在地。柳家的末日自此开始。我抱着雪兔，目光扫过全场，最终定格在那对妇女身上。我看着她可笑的样子，语气淡漠。柳尚书，这是何意？他肠子都悔青了，费尽心机却成了锤死柳家的最后一根钉子。臣罪该万死，臣有眼无珠，冲撞老祖，求老祖饶命，求老祖开恩啊！我淡淡瞥了他一眼，掷地有声：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即日起，革去你礼部尚书之职，贬为庶民。柳家一族逐出京城，永世不得回京。此言一出，满朝哗然，却无一人敢出言反对。对世代享受荣华富贵的柳家而言，这比直接处死他们煎熬100倍、1000倍。谨遵老祖令，即刻拟旨，照此执行。所有柳氏族人3日内必须离京，逾期者以抗旨论处。侍卫抬过来柳贵妃，萧恒看着他，污蔑先祖，大逆不道。即日起，废除贵妃封号，贬为更衣，禁足冷宫最偏殿。无朕亲笔旨意，永世不得踏出半步。柳青烟尖叫着哭喊，却再也没人看他一眼。经此一事，护国老祖的名号传遍大晋，京城街头，百姓们争相购买我的画像，家家户户摆上牌位，焚香供奉。此时的冷宫偏殿阴暗潮湿，窗户破了个大洞，地上散落着发霉的饭菜和破碎的瓷片，整个房间弥漫着霉味。曾经不可一世的柳贵妃，如今沦为阶下囚，只剩一个老嬷嬷伺候。她恨我毁了她的一切，满心都是复仇的疯狂。我柳家世代书香，我是尚书嫡女，凭什么被那个妖女踩在脚下？我一定要报仇，我一定要让她不得好死！贴身老嬷嬷小心翼翼地劝他隐忍，怕他再遭降罪，却被他狠狠瞪了回去。忍！我都落到这般地步了，还怎么忍？此仇不报，我死不瞑目！他早已买通了冷宫的看守太监，与流放途中的柳尚书暗通书信。柳家不甘落败，早已布下了阴毒的棋局。深夜，一个太监翻墙进入冷宫，把密信递给柳青烟。柳尚书吩咐联络西北10万边疆，买通御膳房太监，等杀了皇帝之后，拥立幼帝，把控朝政，再杀我与萧策。柳家狗急跳墙，竟敢谋划弑君篡位，妄图颠覆我守护1000年的大晋江山。柳青烟看完信之后大喜过望，他取出贴身佩戴多年的千机引魂骨，此骨以自身精血喂养，是西域治阴治毒之术。中蛊7日，3魂7魄被啃尽，7窍流血而死，大罗金仙难救。此骨以自身精血喂养，是西域治阴治毒之术。中蛊7日，3魂7魄被啃尽，7窍流血而死，大罗金仙难救。他将蛊毒小心地倒在油纸里，包好后交给送信的太监。皇上一死，天下就是柳家的，我要把你们千刀万剐，挫骨扬灰，让你们永世不得超生！玄甲军的密探只查到了柳家的书信往来，误以为只是心有不甘的抱怨，并未放在心上，只加强了宫禁守卫，便禀报给了萧策。当家之犬也敢暴打，不必理会。若是敢有异动，立刻格杀勿论。一时的大意让萧恒陷入了致命的危机。御膳房里，总管太监接过油纸包，掂了掂手里沉甸甸的银子，眼中闪过贪婪，小心翼翼地将蛊毒藏在袖中。死神的阴影悄然笼罩了整个皇宫。3日后，御书房内，萧恒批阅了一上午奏折，头晕脑胀。被收买的总管太监端着热气腾腾的参汤走近，这碗参汤早已被悄无声息下入千机引魂骨，无色无味，根本无法察觉。萧恒头也未抬，随口吩咐：“放那儿吧。”半个时辰后，他批阅完最后一本奏折，他丝毫不知自己喝下的是夺命毒汤，千机引魂骨已悄然侵入体内。金銮殿上，萧恒正端坐龙椅听政，突然浑身剧烈抽搐，手中的奏折掉落在地，从龙椅上摔了下来。皇上，皇上您怎么了？萧策脸色骤变，猛地冲上前：“传太医，快传太医！”太医们提着药箱匆匆赶来，轮番上前诊脉。片刻后，所有太医脸色惨白，瑟瑟发抖。皇上到底怎么了？快说！再不说，本王砍了你们的脑袋！为首的老太医颤颤巍巍地抬起头，声音抖得不成调：“王爷，
皇上中了西域千桃引魂蛊，蛊虫已攻心，7日之内3魂7魄被啃尽，神仙难救啊！一句话如惊雷炸响，萧策厉声下令：封锁皇宫，严查所有出入人员，彻查御膳房，一定要找出下毒的凶手。紧接着，他快马加鞭赶往镇北王府，因为他知道这世上能救萧恒的只有我。萧策跌跌撞撞闯入王府书房，重重跪在我面前：老祖，皇上中了千藤引魂蛊，求您出手相救。可我此刻正处于突破的生死关口，灵气冲击玄关，一旦中断，不仅突破失败，还会经脉受损，修为倒退，稍有不慎便万劫不复。萧策跪在我面前，久久没有起身。老祖宗，是孙儿无能，没能护好皇上。若您不变，孙儿拼了性命也会救皇上。千年岁月，我看着萧恒从寄人篱下的庶子，一步步成长为95之尊，早已将他视作亲孙儿。我守护大境千年，绝不能让他死于奸人诡计。无妨，备车，入宫。老祖宗，您正在突破关键期，中断必遭严重反噬。我知道。光照散去的瞬间，经脉传来撕裂般的剧痛，可我身形依旧稳如泰山。于我而言，天下苍生与护着的孩子，远比修为重要。马车很快备好，我带着阿恒和清虚，在玄甲军的护送下，火速赶往皇宫。我闭目调息，强行压下翻涌的灵气与经脉剧痛。此蛊需以我龙脉灵气为引，逼出蛊虫，再以纯阳之力焚杀，耗损巨大，反噬会更重。可我别无选择，我走到他身边把脉。蛊虫已经啃噬了他大半心脉，稍有差池，他便会当场毙命。筑基反噬的剧痛一波波席卷而来，我没有半分犹豫，不顾反噬，强行催动龙脉异能。清虚道长部下护法大阵，萧策率玄甲军封锁皇宫。养心殿内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屏息凝视着我。我指尖搭在萧恒脉搏上，阴毒蛊虫盘踞心脉，正疯狂啃噬精血，大半心脉早已千疮百孔。再晚半日，我也回天乏术。我深吸一口气，无视经脉传来的刺痛，强行催动龙脉异能。金色灵气如暖阳驱散阴寒，蛊虫被龙脉之气震慑，在经脉中疯狂逃窜，却被灵气层层围困，无处可躲。太后捂嘴垂泪，萧策攥刀紧绷，清虚凝神护法。我冷汗浸透，脸色惨白。可我的指尖稳如泰山，我不能停，一停，萧恒就会当场毙命。整整1个时辰，我一点点将蛊虫从心脉逼向眉心。漆黑蛊虫被强行逼出，落地瞬间被金光焚成黑烟，彻底灭杀。全场沸腾，众人齐齐跪倒，山呼老祖神威。萧恒挣扎着从床上爬下来，跪在我面前，额头重重磕在地上，泣不成声。老祖宗，孙儿不孝，让您为我涉险，孙儿罪该万死。我刚想开口安抚，体内反噬骤然爆发。无法，我眼前一黑，一口血吐出，彻底陷入昏迷。强行破境加耗竭灵气，引发了最严重的筑基反噬，经脉尽损，修为倒退。我昏迷了3天3夜，清虚为我输了足足3天的真气。再次睁眼，天色已近黄昏。老祖宗，您醒了，身体可有不适？我没事。当务之急，查出下毒主使。能做出这等弑君谋逆之事的，除了死不悔改的柳家，再无他人。老祖宗放心，御膳房总管已招供，是流放的柳尚书买通他下毒，蛊毒是冷宫柳青烟所供。萧恒气得浑身发抖，朕念及养育之恩，一再容让，饶他们性命，他们竟贼心不死，胆大包天，弑君谋逆，简直罪该万死！我眸中寒光一闪，沉默不语。我曾给过柳家无数次机会，可他们不知悔改，变本加厉，触碰了我守护大境的底线。这一次，谁也救不了他们。传朕旨意，玄甲军即刻捉拿柳家满门，抓捕西北叛将，柳青烟打入死牢，所有逆党一律格杀无罪。玄甲军行动神速，当人柳家流放暂住的驿站，士兵破门而入，将柳家众人按倒在地。暗卫还从密室搜出一叠密信与兵符。5日之内，柳家全员被捕，唯一密信与叛将往来书信尽数搜出，罪证确凿，无可辩驳。西北叛乱迅速平定，柳青烟彻底崩溃，却不死心，用谋逆余党要挟我来相见。柳青烟死到临头，还想着设计害我，真是执迷不悟。老祖宗，万万不可去！柳青烟已疯，什么阴毒之事都做得出来，定会伤您。我淡然一笑，他早已是丧家之犬，就算拼尽性命，也伤不到我分毫。无妨，他伤不了我，走一趟便是。
囚室里的柳青烟衣衫褴褛，头发散乱打结，脸上满是污垢，她瘦的只剩一把骨头，眼神浑浊疯狂。长宁，你这个老寡妇，是你毁了我，毁了柳家，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事到如今，你还不知悔改？悔改？我没错，错的是你！你抢走我的后位，毁了柳家权势。我本该是皇后，是后宫之主，是你毁了我的一切！你以我血为重，以我魂为引，诅咒你长宁，生生世世不得好死！不好，拦住他！囚室铁门紧锁，萧策根本来不及冲进去，骨簪狠狠刺入他的心口，鲜血瞬间喷涌而出，染红了他破烂的灰衣，也溅在了冰冷的铁栏杆上。柳青烟心口鲜血狂涌，以自身性命与魂魄为引，布下了西域最恶毒的血咒，暗红色的皱纹在他周身浮现，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腥气。老祖，此咒歹毒，让弟子替您破咒。不必。我缓缓抬起手，指尖凝起一丝纯粹的龙脉金光，轻轻一点，龙脉护体，邪咒不侵，反噬其身。金光落下的瞬间，暗红色的血咒符文瞬间崩碎。不可能！为什么诅咒没有？就凭你这点微末伎俩，也配咒我？可笑之极！哼！传太医，务必救活他，他必须亲眼看着柳家覆灭。是。柳青烟最终被太医救回了性命。他整日披头散发，胡言乱语，不认人，不知悲喜，彻底成了一个废人。我是皇后。他机关算尽，最终毁了自己，也毁了整个柳家，落得个生不如死的下场。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长宁，我要杀了你！3日后，柳家满门百口被押赴刑场，百姓们围得水泄不通，怒骂声此起彼伏，烂菜叶、臭鸡蛋不断砸向囚车里的柳家人。53刻一到，监斩官扔下斩令牌，手起刀落，鲜血四溅，柳家满门尽数伏诛。冷宫里的疯癫柳青烟听到消息，只是痴痴的傻笑，嘴里念念有词，连眼泪都不会流了。血咒毁了他的心智，让他苟延残喘，永无翻身之日。是皇后。朝堂之上，萧恒借柳家谋逆一案，肃清了所有奸佞，整顿了吏治，彻底收回了皇权。他从那个优柔寡断的少年帝王，蜕变成了沉稳果决的明君。他依旧日日来王府请安，却不再事事依赖我，有了自己的帝王谋略，只偶尔请我指点一二。看着他的成长，我心中满是欣慰。柳家之事彻底了结，我终于能静下心来，重新冲击筑基第3层。萧策为我布下了重重结界，玄甲军日夜守卫在王府四周，隔绝了一切外界干扰，让我能安心修炼，再无后顾之忧。之前为救萧恒强行破境，导致经脉受损，修为倒退，我用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才将受损的经脉彻底修复。有了之前的经验，加上就地时对龙脉之力的掌控愈发纯熟，此次突破水到渠成。恭喜老祖，筑基突破圆满，大晋江山安稳，帝王已然成长，奸佞尽数肃清。千年筑基，9层方过其3，我的路还很长。这天下我守护了1000年，往后岁月亦会安稳如故。盛世欢庆的余温还没散尽，江南的四书急报，长江决堤3000里。立刻传旨，拨赈灾银300万两，粮食50万担，火速运往江南。户部、工部全力督办，不得有误。臣遵旨。却不想3日后洪水加剧，灾情愈演愈烈，100万条人命悬在刀尖上。老祖宗，江南100万灾民快要活不下去了，孙儿无能，查不清贪官，压不住水患，求老祖出手，救救江南百姓。天灾可恕，人祸难饶，江南的百姓我不能不救。即刻南巡。长江决堤口巨浪滔天，百年一遇的洪峰，人力根本无法抗衡。白衣立于狂风巨浪之前，纤弱的身影与狂暴洪水形成极致对比。圣祖万岁！求圣祖万寿无疆！圣祖神力救我江南！以大晋圣祖之名，敕令江河归位，洪水倒流，堤坝自合，万流归曹。不过半炷香时间，肆虐数月的洪水尽数退去，泥泞大地重见天日，被浸泡多日的城镇良田露出全貌。盛世太平，万民安乐。可皇宫最阴暗的冷宫深处，还有一丝阴毒的恨意。没人知道，他的疯癫一半是装的。血咒反噬虽毁了他部分心智，可滔天的恨意让他留住了一丝清醒。太好了，我等了整整1年，长宁、萧痕、
欠我的、欠柳家的，我要一点一点全都讨回来。就算我报不了仇，我也要让你不得安宁，让你守护的盛世碎成粉末。他要联络柳家死士刺杀皇上。萧帅，大事不好了！萧帅，不可啊！祈福当日，数十名黑衣死士从山谷两侧冲出，直奔龙眼而来。柳家报仇，诛杀昏君！萧恒却端坐在内，神色淡然。这场刺杀不过是引蛇出洞罢了。该动手了。柳家余孽，竟敢谋逆刺杀皇上，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还不速速束手就擒！这个毒妇，朕留了他一条性命，他竟一而再、再而三的谋逆作乱。传朕旨意，将柳氏、柳青烟从冷宫提出，打入天牢。3日后，与所有谋逆余党一同押赴刑场，凌迟处死。萧恒听完禀报，气得脸色铁青，当即下令抓人。冷宫里，柳青烟焦灼踱步，等来的却是冰冷铁链。我要见老祖宗！我要见老祖宗！我有天大的秘密要告诉他！牢门打开的吱呀声惊动了蜷缩在角落的他，他缓缓抬起头，看到缓步走入的我，原本死寂的眼中瞬间爆发出强烈的光芒，猛地扑到牢门前，死死抓着铁栏杆，疯狂嘶吼：“你终于来了，长宁！我就知道你会来！你不是有天大的秘密要告诉我吗？说吧。”秘密？哪有什么秘密？我就是要见你，我就是要看看你这个高高在上的护国老祖会不会来看我这个将死之人。他到死都困在自己的嫉妒与不甘里。为什么你生来就高高在上，受万人敬仰，皇上、镇北王都对你毕恭毕敬，而我明明也是名门嫡女，风华绝代，最终却落得凌迟处死的下场，这不公平！400年前皇后，800年前公主，皆如你一般，最终身败名裂。你招惹我那一刻，结局早已注定。我真的错了，老祖，求你饶了我吧，求你给皇上求情，让我狗命，我再也不敢了。太晚了，国法无情。谋逆大罪，谁也救不了你。长宁，千年岁月里，我见过太多像他一样的人，仗着家世，仗着恩宠，肆意妄为，目无尊卑，最终都自食恶果，不得善终。长宁，我就算死也不会放过你，我在地狱等你，生生世世诅咒你！柳青烟2次谋逆，百姓恨之入骨，圣宠贵妃被处死，遗臭万年，权势咎由自取。至于他的诅咒，千年岁月里比这恶毒的，我听得太多了。柳家残余肃清，大晋再无内患，萧恒专心政事，萧策镇守边关练兵，而我则潜心修炼，终于突破千年大周天。老祖宗，海外36国派遣使者入京朝拜，献上奇珍异宝，想一睹老祖圣颜，臣服大晋。知道了。海外使团名为朝拜，实则试探大晋虚实。一场较量即将开始。酒过3巡，海外使团首领突然起身：“大晋皇帝陛下，我等远渡而来，听闻老祖神通，想与贵国奇人切磋，一睹老祖神威。”这海巫师眼高于顶，一开口就带着挑衅，想在金銮殿上立威。久闻大晋能人辈出，我现小神通，让各位开开眼界。他竟以遇水之术引海水倒灌京城，拿满城百姓的性命做赌注，狂妄至极。迎老祖圣安。你就是护国老祖，我倒要看看你有何本事破解。我轻抬指尖，口中说道：“江海归位，潮水平息。”话音落下，暴涨的海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入大海。老祖神通广大，小人有眼无珠，求老祖饶命！我等心服口服，海外36国愿世代臣服大晋，年年进贡。我一面定江海，彻底震慑了海外诸国，自此万国臣服，大晋的威名传遍了4海8荒。50年后，大晋在我的庇护下，百姓安居乐业，而那个叱咤沙场的铁血王爷也彻底老了。他78了，一生未婚，无儿无女，心里只装着2件事：守大晋河山，护我周全。70年了，他守了我一辈子，如今大限将至，撑着最后一口气，只是想再看我一眼。
老祖宗，孙儿来看您了。岁月最是无情，帝王更迭，将士白头，故人一个个离去，唯有我不老不死，困在这千年时光里。坐，不必多礼。第一口，谢老祖宗养育之恩；第二口，谢老祖宗传兵授业；第三口，谢老祖宗护孙儿一生平安。三叩毕，他再也支撑不住，靠在廊柱上，笑容安详，目光温柔地望着我，又缓缓转向院中那株求知苍劲的老梅树，眼中满是眷恋。老祖宗，孙儿这辈子能做您的孙儿，能守大靖江山，值了。那梅树是孙儿为您种的，不能再陪您看梅开花落了。他的手臂缓缓落下，我沉默伫立，指尖抚过老梅粗糙的树干，几十年前他亲手种下的分支，如今苍劲挺拔。千年里我见惯了生死，看透了离别，却还是为这份70年不离不弃的如沐之情泛起久违的酸涩。萧策，一路走好。指尖触到他脉象的那一刻，我便知天命已定。当年柳家下的蛊毒旧伤彻底爆发，心脉尽衰，就算我有治愈异能，也无力回天。老祖宗，孙儿守了大靖30年，没给您丢脸，没给列祖列宗丢脸。你做得很好，孙儿对不起您。当年柳家之事，让您受委屈，孙儿无能，护不住您。萧恒强撑着最后一口气，抬眼望着我，问出了至死都想弄明白的问题。老祖宗，孙儿有一事至死都想明白。您活了1000年，看遍生死别离，为何要一直守着我们这大靖王朝？我垂眸望着他濒死的模样，没有立刻回答，目光穿过缭绕的药气，穿过层层宫墙，穿过千年岁月，骤然落回了血色漫天的元贞3年。那年天下大乱，我懵懂无依，不知生死，不知善恶，不知道自己是谁，像一缕无根的浮萍，在乱世里飘着。别怕，跟我走。他教我写字，给我取名长宁。生辰那日，他亲手给我煮甜汤，陪我看落日。他跟我说，要建一个百姓不再流离的天下。可都城破的那一夜，乱箭无语，他为护麾下将士，被冷箭穿胸，重伤濒死。那一夜，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害怕。我不懂什么是情，却只知道我不能失去他。我看着眼前濒死的萧恒，1000年前那个同样的夜晚，同样的烛火，同样的生离死别。他按住我的手，不让我再耗损本源。他说，天命如此，他这一生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将士，唯一对不起的人是我。长宁，求你替我护着他，替我护好我想见的那个天下，护好天下苍生。我看着他，一字一句许下诺言。我答应你，我护他登基，我护着王朝，我守你想守的天下，直到山河安稳，岁月太平。那时我不懂一个承诺有多重，只知道他托付的事我一定要做到，却没想到这一句承诺我守了整整1000年。我缓缓回过神，目光落回濒死的萧恒身上。因为一个承诺，我答应过一个人，护他19岁的儿子登基，守他未完成的江山，守他想守护的天下苍生。他死了，我替他活；他没能做完的事，我替他做；他没能守住的王朝，我替他守。一守1000年，从未有过一日违背。萧恒怔怔望着我，浑浊的眼中落下2行泪水，终于释然。一代开明帝王驾崩归天，又一个我看着长大的孩子离开了。我再一次亲手牵着他的儿子登上皇位。金龙归海，异象散尽，盛世终归安稳。我拒绝了金身供奉，拒绝了日夜朝拜，这人间烟火，朝堂尊崇，都不是我的归处。我回到了龙脉禁地，从此归隐不出。盛世之时，我自归隐；危难之际，我必现身。从此，
禁地门闭，再无人敢扰我安宁。萧玉谨遵教诲，励精图治，大靖盛世绵延，国泰民安，万国来朝。朝堂百官清廉自守，不敢贪腐乱政，只因心中存着一份敬畏。边境万邦俯首称臣，不敢来犯，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禁地之内，我与龙脉相融，神识遍覆九州每一寸土地。这江山的每一个百姓，每一位臣子，每一处风雨，都在我的注视之下。贪赃枉法者，必遭反噬，包括缠身；忠君爱民者，必受福泽，平安顺遂；犯上作乱者，必遭天罚，身败名裂。我不出世，却无处不在；我不言语，却掌控一切；我不露面，却守护万事。百年流转，帝王更迭，一代又一代君主都谨遵祖训，敬奉圣祖，守护江山。皇宫里，我的牌位香火不绝；民间中，我的传说代代相传。我守了这江山千年，护了这万民万载。从元贞3年的金戈铁马，到如今的盛世永恒；从江山飘摇的危局，到万事安稳的太平。我守了千年，等了千年，终究不负当年一诺，不负天下万民。我不老不死，不伤不灭，便会永远守着这片土地，直到天荒地老，